晚上要陪客户，不回去吃饭了，买了礼物，晚点给你。收到许岩这条消息时，我已经在厨房忙了3个小时。最近我们都太忙，明明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却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。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6周年，我难得下厨，又准备了礼物，想好好和他说点事。看来今天并不是好时机。独自吃完晚饭，快递员送来一个精致礼盒，应该是许岩说的礼物吧。没想到居然是风格火辣的纱网内衣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皮肤白皙，身形依然苗条，只是淡漠的神态里透着一丝藏不住的疲惫。我比许岩大6岁，下个月就是我32岁生日，我不年轻了。性感的内衣穿在我身上，罩杯有点松。是买错了尺码吗？我翻着礼盒，想看看发货单，这才发现盒子里还有几样我从未见过的东西。我拿起一个带锁链的项圈，正在原地。我和许岩从来不玩这些。玄关传来密码锁的声音，许岩开门进来，看到我身上的内衣，他愣了一下，眼底闪过一丝慌张，很快又恢复如常。喜欢吗？他问。我望向他手中拎的品牌礼袋。许岩犹豫了一下，递给我，这个也是礼物，是我平常会用的大牌贵妇包，低调奢华的灰紫色。这个才是他说的礼物吧？我笑笑，扶好滑落的内衣肩带，原来不是买错了尺码，而是选错了地址。我换好睡衣出来时，屋里飘散着浓浓中药味，许岩在厨房给我煎中药，他手机放在鞋柜上。不知为何，从未查看过他手机的我，突然动了念头，拿起解锁。社交软件里没什么异常，只有一个群聊在不停闪烁，里面是许岩的几个好兄弟。纪念日还出去开房？许岩，你也太嚣张了吧，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还不赶紧和小情人断了？就是娶了有钱姐姐，少奋斗20年，许岩你可别犯傻，赶紧把姐姐伺候好了。许岩回答。你爱伺候你来吧，我根本不想回家面对她，一想到要娶她，就觉得有点可怕。女人一过30，就像腐烂的玫瑰花，她都有老人味了，我真腻了，只不过怕分手她接受不了。有人说慢慢冷着她呗，感情淡了再谈分手水到渠成。也有人劝她，你还是悠着点，林叔可不是好惹的，要是知道你劈腿，小心不好收场。许岩不以为意，没事，他心很软，不会对我怎么样。那人还是劝他，资本家哪有傻子，你为他的公司打拼这么久，还是早做打算吧，不然分手的时候太被动了。许岩没有再回复。我刚打算退出软件，一条新消息又闯入我眼帘。岩哥，我今天一时没注意，在你脖子上留了印子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心脏泛起一阵钝痛，我顺着私信点进女孩的主页。最新的视频是豪华酒店的落地大窗，女孩站在窗边自拍，她身后的男人正在脱掉衬衣，入镜的后背肌肉坚实，轮廓熟悉。不用看脸，我也知道那是许岩。两人的聊天记录删得很干净，除了这条新消息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冷静地把消息标记为未读，在许岩端着药碗从厨房出来之前，把手机放回原位。其实许岩的游离我早就察觉到了，从半年前开始，他不再喜欢黏着我，加班和出差也越来越多，总能找到理由不回家。我总觉得我们能在一起并不容易，他只是一时游离，不会真的背叛我。所以我并没有拆穿，而是选择给他时间和空间，等他自己想清楚到底想要什么。可现在我才惊觉，他这半年来的冷漠和疏离，是在为分手做准备。许岩把药碗放到饭桌上，喊我来喝。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，有点着急的摸了摸两边衣服口袋。我指了指鞋柜，找手机。在那边。许岩快步过去，拿起手机扫了一眼，脸色微变，突然转头问我，你看我手机了？我茫然的端着药碗，看什么？他松了口气，没什么，快喝药吧。婚前调理身体的中药，我已经喝了3个月了，很苦。我皱着眉头喝完药，许岩立刻递来漱口的清水和压苦味的糖。许岩去洗澡了，我脑子里还反复回荡着那些话。难怪许岩的朋友会提醒他小心我，毕竟我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行事狠辣，不近人情。那年父亲突然中风，刚毕业的我被迫临时接手公司，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艰难不堪。多少人盯着林家这块肥肉，我咬紧牙关，毫不手软，才守住了一心珠宝。前几年缓过来的我更是下了狠手，把当年落井下石的2个对家搞得元气大伤。从22岁到32岁，10年间，
我从一心想当画家的孤僻少女，变成传说中的女杀神。唯独许岩会觉得我心软。我裹着被子胡思乱想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身侧一沉，许岩从后面搂住我，温热手掌放在我冰凉的小腹上摩挲着。他把头埋在我后颈，轻轻吻着我的肩膀，声音里有点委屈。姐姐，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对我没兴趣了？你腻了吗？我拦住他往下探去的手，轻轻推开。最近中药吃多了，感觉整个人都有味了，怕熏到你。许岩愣了一下，哪有？姐姐最香了，我打断他的话，早点睡吧，我困了。关了灯，许岩在我身边辗转反侧很久，终于还是开了口。姐姐，我想做个独立公司。我在黑暗中无声笑了一下，好啊。许岩有点意外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做个风格年轻点的品牌。他解释的语气有点生硬，不都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吗？我出来单做，也可以分散一下风险。我都答应了，我怎能不答应？人无法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，更拦不住一个要离开自己的人。我不年轻了，这些道理，岁月早就教给我了。新公司非常顺利，我没问许岩他的钱从哪里来。听说他把持有的一心股份转让变现，又贷了款，拉了合伙人共同投资。许岩没向我要一分钱。我明白，他是要保证新公司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样分手时才不会麻烦。新公司叫诺言，也是做珠宝。我后知后觉的想起，那个在许岩脖子上留下印记的女孩是叫吴诺，许岩提起过的。那时他一脸抱怨，说公司新来的见习设计师叫吴诺，人不懂事，设计功底又差，又娇气又菜，真是一无是处。是从什么时候起，这个在他口中一无是处的女孩和他有了亲密关系，甚至能共同成立公司，期许未来。而我的未来成了许岩迫不及待要甩掉的包袱。我打开很久没用过的软件，开始画设计稿。许岩回来看见屏幕上的戒指草图，有点讶异，怎么又想起来做设计了？似乎是想到了被他突然抛下不管的一心，他脸色一僵。你不用担心一心，等我忙完这一阵子，会兼顾好的，你好好调理身体，不用操心公司的事。我淡淡道，不是给公司设计的。许岩愣住了，脸上神情晦暗不明。我曾说过，要亲手设计结婚戒指，应该是想到这件事，许岩踌躇着开口。等新公司走上正轨，咱俩再结婚，好不好？这是他第3次推迟婚期了。这次我没有再问原因。许岩沉默片刻，罕见的主动解释，诺言新产品使用的宝石要到国外矿区选原料。我淡淡笑了一下，嘴上答应他，好啊。我知道我们不会结婚了。许岩收拾好行李，敷衍的吻了吻我脸颊，匆匆离开。他没告诉我，所谓出差是和吴诺一起。可他不知道，很久之前吴诺就加过我的社交账号。他一直很安静，直到这次与许岩同游，才开始频繁发动态。我想，应该是许岩给了他底气，这才等不及让我识趣退出吧。得益于小姑娘的分享欲，他和许岩的行程我全程云参与。他们漫步在塞纳河畔，在夜色里紧紧相拥。他们去了游乐场，在摩天轮到达顶点时甜蜜接吻。回国的前一天，他们一起去了海边。深蓝夜幕上，满天星光如银色沙海，烟花腾空燃起，在夜空拼出诺言的首字母 NY。 吴诺发了2人十指紧扣的手部特写，其中一只手尤其熟悉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，手背上一道狰狞的疤痕。这只手曾在无数个夜晚与我十指交缠，也曾在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救我被尖刀对穿。唯一陌生之处是他指尖一圈不明显的浅色印痕，那里的戒指不知所踪。他取下了我们的定情戒指，牵起别人的手，一股凉意飘落心间，手机滑落在昂贵的地毯上，无声无息。认识许岩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。那天我谈完合约回到酒店，房间里多出漂亮男孩。林总，我叫许岩，是陈总安排我过来的。他紧张地站起，身体笔直紧绷，清冷的声音有一丝不明显的微颤。我看了看他，面前的男孩并不像会做这种事的人，脸上没有一丝服务者的悲顺姿态，黑曜石一样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眼神里有惊讶，有紧张，似乎还有一丝茫然无措。合作方商务接待送人过来，这种事很常见，但我并无兴趣。我抽了几张钱放在桌上，这是打车钱，你回去吧。许岩耳朵开始发红，似乎有点难堪。我轻声道，没事，不是你的问题，就说我不想被人打扰。
许岩不作声，也没拿钱，踌躇片刻后，缓缓向外走去。经过我身边时，他握紧了拳头，声音艰涩：我能不能留下来？许岩告诉我，他出现在这里，是有人算计我。合作方陈总只是个幌子，安排他来的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个长辈。房间里已经装好摄像头，红酒里也下了药。我冷静问他，你既然来了，为什么又告诉我这些？许岩抬头看向我，我妈治病需要很多钱，我欠了他们20万。他额角冒出细密的汗珠，眼底闪过一丝决绝。如果我愿意为你做事，能留下我吗？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我与许岩达成合作。许岩回去告诉那人，我戒备心很强，没碰他，但好像对他有兴趣，可以放长线钓大鱼。在那之后，许岩就经常出现在我身边，成了我的专宠。1年后，他与我里应外合，算计了那个长辈，直接让他倾家荡产。那人怀恨在心，躲在停车场对我下手。他手持尖刀，突然从柱子后面窜出，直奔我心脏而来。紧急关头，许岩替我挡下致命的一刀，尖刀刺穿了他的左手掌，血流如注。他痛得脸色惨白，却慌乱地问我怎么样，发现我胸前只有一道浅浅伤口，他才松了一口气，冲我笑了一下，你没事就好。我不明白许岩为什么这样做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所谓专宠不过做戏而已。私下里我对他非常冷淡，他也恪守本分，从未有过越界言行。后来他说那一刻什么也顾不上想，唯一的念头是害怕，怕我有事。我是个感情淡漠的人，不能理解人为什么会为了感情不顾生命。原生家庭没有教会我什么是爱，父母年轻时爱得死去活来，结婚后却很快成了一对怨偶。父亲的私生子，只比我小3岁，一直光明正大的养在外面。我没见过父母相爱时是什么样子，从我记事起，只看到一个冷漠无情的男人和一个怨天尤人的女人。母亲死也不肯离婚，我以为他是因为没有生存能力，于是我向他保证，凭我也能让他继续过贵夫人的生活。他尖利指甲戳着我额头，凭什么便宜那对贱人母子？他逼我放弃美术读商学院，你要是比不过那个贱种，我们娘俩就一起去死。父亲中风后，那对母子蠢蠢欲动，林氏族人各怀鬼胎。母亲掐着我的脖子，狠声道，小叔，你不争，就是把脖子放在别人刀底下。我都听他的了，可唯独婚姻，我坚决没让步，没有同意他安排的联姻。他苦心劝我，那个许岩，你真喜欢的话，当个助理带在身边，明面上别太过分就行。我淡淡道，我从小就发过誓，坚决不把人生过成你们的样子。他愣住了，脸色突然灰败。沉默几天后，他对我说，小叔，你有你的人生，是妈妈狭隘了。父母没有给你做出好的榜样，但妈妈希望你能幸福。母亲默许了我和许岩在一起，我默许了让许岩来教我什么是爱。可惜他也没有把我教明白，就像那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替我挡刀，现在的我也不明白，曾经不顾一切为我挡刀的手，为什么会脱了我们的定情戒指，牵起别人的手。在那次挡刀事件后，我和许岩的相处模式有了变化，他开始笨拙地追求我，我也学着柔软起来，像别的姑娘那样谈恋爱。可我们之间的关系总是有点不对劲。我去学校找他的时候，同学起哄道，许岩的有钱姐姐来了。许岩涨红了脸，我知道那不是害羞，是难堪，于是我就没再去过他的学校。许岩好像很忙，一天打几份工，我也很忙，我们常常10天半个月见不到面。后来我专门在他暑假时调了10天假期，让他和我一起去三亚度假。他拒绝了，理由是要打工走不开。我独自去了三亚，却在他同学的朋友圈里看到他们一起爬山。几乎每张照片，许岩的身边都有一个小姑娘。集体合照里，所有人都在看镜头，只有他亮闪闪的眼睛盯着许岩。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到难以言说的烦闷和酸涩。对我来说，这段关系本来就是一场试验，既然体验感不好，那就算了。我给许岩发条短信，大意是以后不用见面了，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联系我的助理。第二天早上开门，许岩抱着膝盖坐在房间门口。许岩连忙起身，慌乱中差点摔倒。我下意识地伸手扶他，他紧紧抱住我，声音带着哭腔，能不能不分手？我不太明白，既然他宁愿和同学爬山，都不肯和我在一起，为什么又不同意分手？许岩红了脸，似乎难以启齿。我没有钱负担来三亚的费用，就为了这个？以前不也是这样吗？
他满脸难堪，以前我帮你做事，你是我老板，现在你是我女朋友。我没来由的冒出一句，你女朋友不是爬山的那个吗？许妍愣了一下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姐姐，你吃醋了？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推开他，转身往里走。许妍追过来抱住我，声音里满是轻快的欢喜，姐姐，你真的喜欢我了？他把头埋在我颈侧，声音闷闷的。我早就拒绝他了，从没有单独相处过。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。这几天我想你想的都快疯了。那晚我们在海边走了很久，直到深夜。许妍从口袋里拿出一对银戒指，忐忑道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很不值钱，你愿意要吗？我们一起戴上了那对戒指，夜色中，他悄悄转头抹掉眼泪。那是我们真正交往的第一天。很不巧，那天的夜空满是阴霾，连一颗星星也看不见。我觉得遗憾。许妍抬手，温柔的把我被吹乱的碎发别到耳后。姐姐，我们还有很多以后，我一定会陪你看满天星光，为你放漫天烟花。真是可笑，我们没能看到的星光和烟花，如今他和别人看到了。我自嘲的笑笑，拨通一个许久未联系过的号码。听说你回国了，有时间见个面吧。挂了电话，我起身到厨房，把剩下的中药包都扔进垃圾桶，从酒柜上取了瓶最好的红酒，倒入醒酒器。因为要调理身体，我很久没沾过酒了。手机不停亮起，是许妍发来的消息，提醒我别忘了喝药。药材要先淘洗过，凉水泡半小时，然后换了清水，3碗水煎成1碗水就可以了。记得趁热喝，凉了喝会伤胃。我后天就回去，想你了。我不禁苦笑，家人在侧，还能分心给我发消息，把虚情假意演得像真的一样。原来我也没那么了解他。我把手机反扣在地板上，一杯接一杯喝起红酒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酒杯从手中跌落，我清醒过来，环顾四周。墙上的挂钟已经过了12点，我为自己倒上最后一杯红酒，轻轻举杯。生日快乐啊，32岁的林叔。次日中午，我醒来时头痛欲裂，手机里10几个未接来电，除了许妍，还有周泽燕。这才想起，我约了周泽燕晚上见面。我们是自幼相识的世交，当初两家有过联姻的想法，因为我不同意才作罢。他去国外工作后，我们偶尔联系，从未见过面。周泽燕看向我的眼神有点唏嘘。你变了。我自嘲的笑笑，变老了是吗？不是，他摇摇头，你依然年轻漂亮，只是眼里那种冷漠与厌世感不明显了，有了人间烟火味。服务生送来蛋糕和鲜花，周泽燕笑容温柔，生日快乐，林叔。我接过鲜花，开玩笑道，只有花，没有礼物吗？有，我送你一个愿望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无条件答应你。我笑笑，那也太重了吧，你不怕我狮子大开口？周泽燕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万分荣幸，期待你开口。因为头天醉酒的原因，刚吃了一口东西，胃里酸水突然反涌上来，呛住喉咙。周泽燕连忙过来，帮我拍着背顺气。一道怒气冲冲的声音突兀响起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抬起头，一眼就看见了许妍。吴诺挽着许妍手臂，两人衣服配色精心搭配过，一看就是情侣。许妍顺着我的视线低头，仓促的一把推开吴诺。吴诺脸色有点发白，神情倒是镇定，安静的站在许妍身后。你是哪位？周泽燕先开口。许妍语气生硬，我是林叔男朋友。周泽燕抱起手臂，来回看了看许妍和吴诺，语气玩味。你是林叔男朋友？那和你穿情侣装的这位小姐是？许妍张了张嘴，气势瞬间低落，看向我的眼神开始飘忽。这次出差挺顺利的，吴诺也辛苦了，所以他视线无意识地瞟到餐桌，看到蛋糕和鲜花时，声音戛然而止。片刻后，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红着眼眶小声恳求道，姐姐，我们回家过生日，好不好？我淡淡开口，这是我多年未见的老朋友，我们饭还没吃完。许妍倔强地沉默着。我扫了眼吴诺，轻笑一声，不是说明天回来吗？还有人等着你呢，去吧。许妍脸色一白，我耐心告罄，语气陡然转冷，许妍，不要打扰我和朋友用餐。许妍紧绷着脸，紧握的拳头微不可见的发抖，好半晌才闷声道，好，我在家里等你。他没管吴诺，径直出了餐厅。吴诺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一路小跑追了出去。周泽燕让人撤了红酒，换上暖胃的果茶，对刚才的事什么也没问。
我从包里拿出一份融资方案，递给周泽燕。他随手翻了翻，笑道：你可别告诉我，这是你的生日愿望。我自信笑笑，这是双赢的合作，只是顺便带来给你，公事以后在公司再谈。晚饭后，我在车上坐了很久。最后，我给许岩发了条消息，我们结束了，天亮以前你搬出去吧。然后我关了手机，在酒店住了一晚。早上回去，推开门，许岩抱着头陷在沙发里。饭桌上有蛋糕，有美食，还有红酒和绽放的玫瑰花。隔夜的玫瑰花依然娇艳欲滴，可许岩却满脸皮色，眼睛里满是血丝。他眼神阴郁的如同寒冰覆盖，声音嘶哑：你是在报复我吗？我不回答，绕开他去衣帽间换衣服。许岩一把攥住我手腕，从后面紧紧抱住我，滚烫的眼泪滴在我颈后。你是不是不会原谅我了？我一根一根掰开许岩的手指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他手心，拿回去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许岩面如死灰，看向自己的手心，那里是他当初在海边给我戴上的银戒指。他浑身颤抖，连退几步，喉咙挤出破碎的声音：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说要就要，说不要就不要。无意与他争吵，我拿出手机：把你的东西收拾好离开，如果你没时间，我现在安排人来帮你。许岩后退2步，撞到桌子，一杯红酒跌落地上。他望着满地狼藉愣了一下，徒劳的想要补救，碎片割伤了手，血珠滴在地毯上。他仿佛没看见，仍然固执的捡着碎片。我皱了皱眉头：别弄了，等会连地毯一起扔掉。许岩缓缓直起腰，突然讽刺一笑：只是脏了一点就要扔掉，你知道这块地毯有多贵吗？你当然不知道，你怎么会在意这些呢？只要你有一丝不喜欢，随时可以想换就换，想扔就扔。我也和这个脏地毯一样，是吗？他转身摇晃着向门口走去，声音轻得像是梦呓：都扔掉吧，我不要了。关门声响起后，又是满是寂静。我把脏地毯卷起来的手有点发抖。昨晚我不回来，就是不想和许岩发生争执。分手应该体面。事到如今，难道让我追着去问他是否有过真心？是又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反正最后都是一样的结果。我只是有点后悔，那晚在海边不该戴上他送的戒指。如果没有开始，就没有结束。几天后，公司召集一心各部门负责人开会。许岩还是一心的副总，吴诺是他的助理，两人都在。我向大家介绍了周泽燕投行经理的身份，宣布了2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，一心与周泽燕所在的投行合作，引入大额投资，接下来会扩大规模。第二件，解除许岩的职务，终止许岩、吴诺与一心的劳务关系。众人哗然，一片窃窃私语中，许岩脸色惨白。会议结束后，公司为周泽燕举办了小型欢迎酒会。我带着周泽燕为他介绍部门负责人。几个女员工一脸磕到了的样子，小声议论着八卦。林总和许副总分手了，这个更帅啊，还是成熟男人和林总更般配？你们不知道吧，两家是世交，听说林总还是他的白月光，太好磕了吧。果然，姐弟恋谈着玩玩，结婚还是要找势均力敌的。许岩脸色阴沉的滴出水来，挽起吴诺的腰，大摇大摆的离场。我亲自参与设计了新系列产品，准备参加一个奢侈品牌的珠宝设计竞标项目。许岩和吴诺的诺言也做得风生水起。我不意外，许岩本就优秀，这几年我重用他，并非全因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在我托举下，他一帆风顺，名利双收，但他同时也为一心带来相应的价值。如果可以，我愿与他相忘于江湖。可许岩并不这么想，诺言非常高调，毫不遮掩地挖走我不少客户。许岩还买了水军，把他和吴诺的恋情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。吴诺是网红设计师，许岩也凭颜值出过圈，二人携手创业，就连品牌名字都是暗戳戳的表白，浪漫又唯美。两人的爱情神话和公司形象捆绑在一起，推出的新产品销量也一路领先。圈里人私下都在传，女杀神心软了，对待背刺自己的小情人竟然轻轻放过。有人感慨，到底是女人，生意场上手段再狠辣，也难逃为情所困。我不置可否。竞标那天，一心与诺言在最后的2选1中狭路相逢。许岩放出的压轴产品，竟然是我设计的那枚星海戒指。他身姿挺拔，侃侃而谈的介绍设计理念。专家组讨论后，最终选择了诺言的设计。公布结果时，吴诺很兴奋，
情不自禁地在许岩脸上亲了一口，众人爆出善意的哄堂大笑。吴诺紧紧抱住许岩，满场掌声中，许岩的视线越过吴诺头顶，直直看向我。我视若无睹，平静地收拾好东西，和助理一起离开了。竞标会结束后，周泽燕约我见面。饭后他送我回家，在楼下道别时，他轻轻拉住我。林叔，我是为你回来的，这次能不能别再拒绝我？我想要挣脱，他却用力把我拉到怀里，嘴唇贴在我耳边。我一直在等你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白月光。我没有推开他，轻声问道，所以你这些年一直清心寡欲？周泽燕愣住了，苦笑道，你这也太苛求了吧，我是谈过几个，也不瞒你，几任女友都有一点你的影子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说，泽燕，别羞辱他们，也别羞辱我和你，白月光和替身什么的，其实很没意思。你送我的生日愿望，我希望和你做互相信任的朋友，合作伙伴。没有永远的爱情，也没有永远的友谊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周泽燕轻轻叹气，放开我，语气洒脱里带着几分遗憾。你真的变了，林叔，以前的你不会说这样圆滑的话，只会直接让我觉得自己是垃圾。远处树下的暗影里，一道高挑身形走过来，许岩脸色难看的像是要杀人。他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头发被夜风吹得凌乱，像是等了很久。许岩语带嘲讽，连上个楼的时间都等不及了，在这里就要开始。在周泽燕开口前，我拦住他，泽燕，你先回去吧。周泽燕温声交代我，那你到家给我打电话。有事吗？许岩沉默着不回答，我转身要走，那我回去了。他一把拉住我，别走，握住我腕上的手掌越来越用力。许岩脸上露出难堪的神情，咬牙道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？我偷了你的设计，为什么不来质问我？我这样做你一点都不意外是吗？毕竟从一开始我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吗？我抽回手，许岩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他突然大声道，我想赢你一次，我想让你来找我，骂我，打我，指责我不要脸下作，你怎么对我都行，可你为什么这么冷静？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做？你是不是根本不在乎我？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小丑吗？说到最后，他竟然哽咽了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？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倒打一耙，变心的明明是他，为什么又这样作态，反而指责我太冷静？难道非要丑态百出才叫深爱？从小到大，我见过我妈各种歇斯底里，也见过我爸各种冷漠厌烦。他们恶毒的攻击诅咒对方，把昂贵的瓷器摔得满地碎片，然后一个摔门而去，一个委蹲在地痛哭不已。那就是许岩想要的场景吗？我望着他年轻的脸，突然觉得无话可说。回去吧，许岩。转身前，我还是心软了最后一次。放弃中标项目，不要签约，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善意。许岩没有按我说的做，像是赌气，也像是报复。他买了热搜，把诺言与大牌的签约宣传的无人不知。几天后，一心在网上发布了公告，前任副总许岩盗用一心设计，公司将追究法律责任。一心放出报警记录和星海戒指的著作权登记日期，把诺言锤得死死的。最让网友大呼精彩，脑补一部爱恨情仇剧情的是放大50倍后的设计图。海浪纹路里清清楚楚地隐藏着林许字样。我委托了专业水军引导网友扒出我和许岩的过往，以及他劈腿吴诺的时间线和证据。事件热度越来越高，算计真心的许岩，知三当三的吴诺，一夜之间被全网唾骂。冲着他俩爱情神话买了产品的网友纷纷退货。风光出道的诺言以最惨烈的方式垮台，大牌公司迅速与诺言解约，并依法追究责任和赔偿。令业内惊讶的是，合同约定的赔偿金额竟然是罕见的高。圈里人这才回过味来，感叹女杀神还是女杀神。合同的事，我确实让人暗示了对方公司，作为利益交换，下一季的合作已经预定。至于那个戒指，本来确实不是给公司设计的，那是我构思了很久的婚戒，另一枚星空戒指里隐藏的是许林。那天我只是一时所感，把设计图翻出来看看而已。他扫了一眼草图，认为我设计尚未完成。其实早在半年前就做了成品出来，出于习惯登记了著作权。我把做好的戒指放在抽屉深处，看着许岩慢慢冷漠游离。一向杀伐果断的我，竟然久久不能做出决定。
那天我精心准备了晚餐，想好好和许妍说开，共同做出决定。许妍没有回来吃饭，那份送错的礼物帮我做出选择。爱情应该是彼此滋养的铜墙，而非永恒的捆绑。失去一段感情确实很痛，但我尽力了。既然走不下去了，那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从来没想过要置许妍于死地，可我妈说的对，不能把脖子放在别人刀下。所以许妍的公司里，我安排了不止一个人。得知她要拿我的戒指去竞标时，我就拿起了刀。过了情关，我人生才算真正启程。诺言迅速破产，许妍和吴诺投入的全部身家，清算后依然填不上巨额赔偿的窟窿。有人告诉我，许妍的兄弟团怂恿她向我借钱，渡过难关。我让那人替我在群聊里传了句话：姐姐确实有钱，但没那么心软。群里立刻安静如鸡，随后许妍解散了群聊。我安排了年假，陪我妈去环游世界。以前我总觉得她懦弱无能，其实她这一生把能抓住的都牢牢抓在手里，未尝不是一种成功。1年后，我把公司委托给专业经营团队，安排我妈坐镇公司。我告诉她，50多岁正是打拼的年纪，干到80就批准她退休。我只身去了意大利学习油画，2年后回来，我又迷上了攀岩。我在攀岩俱乐部请了个私人教练，小伙子竟然是我的粉丝，认出我后，拿出印着我画作的明信片，羞涩地问我可不可以签个名。后来我们慢慢熟络起来。阳光开朗的帅哥，笑容干净温暖，攀到半空时，被风吹起的头发都清清爽爽。有天晚上，他发来消息：姐姐，谈个恋爱好不好？不公开那种。不是，打错字了，不分开。姐姐，是不分开。我笑笑，手指轻快回复：不公开可以，不分开的话可能不行。许妍番外烂人。6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林叔跟他说晚上早点回来吃饭。许妍答应了，可吴诺在地下车库拦住他，撒娇痴缠着不放。他想起前几天给吴诺买的内衣应该要到了，还有很多新花样，不禁心猿意马，发消息给林叔说有事晚点回去。酒店里，许妍衣服都脱了，手机突然提示订单已送达，签收人是林叔。许妍吓出一身冷汗，推开吴诺就往家里跑。进门看见内衣穿在林叔身上，他心都凉透了。好在林叔并没有多想，也是林叔那么骄傲，怎么能想到他会劈腿呢？不止林叔，其他人也觉得他劈腿这件事太疯狂。所有人都知道，遇见林叔是他一生最幸运的事。作为被洗干净送到林叔房间的商务接待员，竟然有幸被他看上，一路扶持到一心副总。谁不羡慕他？没人相信他爱着林叔，所有人都劝他抱牢有钱姐姐大腿，认清自己的身份。只有吴诺把他奉若神明，认为他配得上这世上所有好东西。某天聚会后送吴诺回家，他哭着求他别走。他说一次就行，他什么都不要，只是不想终身遗憾。他在吴诺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初的影子，鬼使神差的留下了。一次过后，是无数次的一次。吴诺在他面前姿态低到近乎变态，他什么都愿意做，什么都听许妍的。破罐子破摔的疯狂让许妍沉迷其中。劈腿那半年，许妍不太敢面对林叔，他觉得自己肮脏不堪。他就那样一边焦灼不安，一边在吴诺身上疯狂倾泻压力，像个恶性循环。那天兄弟们在群里提醒他别太嚣张，要他伺候好有钱姐姐。许妍莫名烦闷，恨不得摔了手机。他恼羞成怒，口不择言的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话。林叔老了，像枯萎的玫瑰花，身上有老人味。他才不稀罕抱大腿，没分手是于心不忍，怕林叔接受不了。说完他就后悔了，扔了手机，觉得很没意思。许妍想创业，想结婚时能体面一点。她想让媒体报道这桩婚事时，能让世人知道林叔的丈夫也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。许妍在林叔公司这几年收入很高，也有公司股份，可工资和分红都是公司发的，公司是林叔的。许妍面对林叔时，总觉得自己一无所有。她想创业，家境小富的吴诺拿出全部积蓄帮她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公司名字要叫诺言。许妍答应了，同时也告诉吴诺，他们该结束了，以后就是单纯的合作伙伴关系。吴诺哭得很惨，说想和他以情侣身份旅行一次，也算好聚好散。吴诺把行程安排的浪漫甜蜜，可许妍却越来越心慌。她总觉得
好像有什么东西快要抓不住了。许言决定回去就结婚，他对不起林殊的那些错误，他愿用一生偿还。可他没想到自己没有机会了，林殊甚至连一句质问都不愿给他。他转头就和门当户对的男人约会见面，扔下许言就像扔掉脏了的地毯一样轻松。破产后赔偿款差了很多，朋友们怂恿他找林殊借钱。林殊让人传了句话，说自己没那么心软。久远的记忆出现在他脑海。林殊曾经问过他，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心软？是因为那次在酒店出狱，自己选择帮他吗？许言没回答。没人知道，那不是他第一次见林殊。还在上初中的时候，他就在公园见过林殊，那个每天在湖边安静画画的清冷少女，美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。而彼时的许言却是在公园兼职打扫卫生的暑假工。有天，许言收拾废旧垃圾时被杂物割破手，伤口很深，他举着血流不止的手，茫然不知所措。林殊放下画笔，过来查看后，冷声道：铁板上有锈，你需要打破伤风。他扫了一眼许言的穿着，从钱包里拿出几百块钱递给许言。许言窘迫的想拒绝，他却说是借的，以后见面再还吧。可他后来再也没来过这个公园。许言知道他怕自己还不上钱会难堪，那时他就知道这个姐姐心很软。几年后，许言在大学里无意中发现，原来心软姐姐是同校已经毕业的学姐。他欣喜若狂，牢牢记住了林殊这个名字，决定等自己以后混出个模样，再努力去他身边。可后来妈妈得了重病，他欠了20万高利贷，许言被逼着去算计一个素不相识的人。他知道过了那天，他再也不配出现在那个姐姐面前了。没人知道那天在酒店房间看见林殊开门进来时，他是什么心情。一直藏在心底的姐姐，竟然就是这一次要算计的对象。许言从来没想过重逢会是这种情形，他僵硬的待在原地，直勾勾的盯着林殊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林殊还是那么心软，给了路费让他回去。他机械的往外走，却又想到背后主使者肯定还会继续算计林殊。许言抓住了机会，留在了林殊身边。可惜他没能带到最后。公司破产后，吴诺的父母找人把许言打成重伤。许言这才知道，吴诺投入的钱几乎是他家全部存款，他瞒着父母偷偷转出的。他没有报警，只让人传话给吴诺，我们两清了，以后再不相干。许言落下轻微残疾，半年后才养好伤，准备离开回老家。几个朋友为他送行，有人透露给他，说竞标签下的巨额赔偿金额是林殊布下的局。朋友愤慨的为他鸣不平，大骂林殊狡诈狠毒。可许言却笑了，他在心里默默许愿，姐姐这样做就对了，以后永远不要再对任何人心软。那天他在网上看到戒指设计图里林许的字样时，对着电脑屏幕哭得痛彻心扉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曾手握满天星光，终究是他这个烂人不配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